清。你们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过来，我杀了你们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这是在做什么？不要过来！你们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吾已成仙，吾乃不死之身。他七窍流血了，能奈我何？ 神捕营班，退！神捕营班，退后，退后！段清，怎么了，霍小姐？他的死法和我父亲极像。楚庄主，楚庄主，神捕营在此，望诸位配合。所有人在山庄中安歇，在案情查明之前，不得踏出山庄半步。风清主，你和童双赶紧带尸体去义庄验尸。师妹，我们3人在山庄里面搜，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 验尸如何？疯子确实厉害，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了。我在楚广厦胃里残留的丹药当中发现了大量的赤金，我怀疑那个所谓的仙丹就是毒的来源。但楚广厦中毒的情况和霍宗耀还有不一样的地方。有什么不一样？霍宗耀的赤金是被下在了他的养生茶里面，量小不易被发现。他服用了长达半年之久，才导致了慢性中毒。而楚广厦不同，他的髓海并没有像霍宗耀那般千疮百孔。 而且他的眼、耳、鼻里面有大量的黑血，这也能证明他是短时间内服用了大量的赤金，最后髓海破裂而亡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有人想要他的命。没错，我们刚查到楚广厦，楚广厦便死了，这一定不是巧合。可冯姨娘已经死了呀，那谁还能知道这赤金能够致幻杀人？谁还能有这样的毒药？那个跛脚郎中，还有霍代荣，霍小姐。 这怎么可能啊！就算他要下药，他应该要避着你们才对啊，为何要把我们引过去呢？他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况且啊，你们还说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子啊，她会做这样的傻事儿吗？肯定不是霍小姐。色字头上一把刀，16群侠命难逃。你好好想想吧，你。仙丹一直都是你在送，中间有没有别人经手过？啊，没有。 仙丹炼完之后，为了保住仙气，师傅会把它封到玉盒之中，再交到我手上。我再送到广厦山庄。送丹路上都是我一个人，绝对没有别人接触过丹药。那接丹之人是楚广厦本人呢，还是广厦山庄的其他人？当然是楚庄主本人。这仙丹不能沾染俗气，要是被俗人碰过，这仙丹就被污染了。所以一直是楚庄主本人亲自接丹。也就是说，接触过仙丹的只有老仙师你。 和楚广厦啊，不，霍小姐，我只是送丹，没有接触过丹药。九仙长也是修仙之人，送丹的时候，难道就不好奇这可以让人羽化登仙的仙丹到底是什么样子？啊，不敢。仙丹炼完之后，师傅会亲自把它放到玉盒之中，直接用火泥封住，并且加盖撕页。我若是中途打开，一定会被发现的。 我就是再好奇，我也不敢做什么。这青台山到广厦山庄的距离不算近，九仙长是如何送丹的？是步行送丹。步行？没错，各位有所不知啊，苦行乃是我仙人一派修行的根基，所以我青台山的弟子，无论是去任何地方，只能靠他的双脚。这么做。 也是为了让仙人们看一下我们的虔诚之心啊！靠脚，那要走多久？
午时是阳气上升的最旺时期，也是仙丹出炉的最佳时刻。而小九要赶到戌时，阴阳交替，太阳下山之前，把仙丹送到服用人的手中。所以这来回的路程，也就成了弟子们的修行之途了。路途辛苦，中间就没有什么停歇之地。送丹时间紧迫，一路岂敢停歇？我们没有什么问题了，辛苦老仙师和九仙长。等我们查验完废丹之后，会给青台山一个说法。你要干什么？神不赢的人，你来鬼市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问你点事儿。如实招来，你可别糖包子沾碱水，自讨苦吃。有结果了。如何？什么阳寿道行啊，不过就是一些普通的补药混上水银和黄石。哎，楚广煞肚子里那个还起码是个赤精，这个一点赤精的成分都没有。你的意思是，老仙长研究出来的丹药和楚广煞服下的是两种？没错，现在就奇怪了。这小仙长说呢，这药一路在他身上带着，一路上也没有遇到过别人，也没有和别人接触。有人要想把这药调包，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那个九仙长撒谎了。撒谎？我当时看他的表情是有些慌张，可普通人面对神不应的讯问，那也正常呀。他当时还有别的小动作。屁股？不只是屁股，还有胯部。他受了伤，而且是刚受伤不久。那他干什么能伤到胯部和屁股啊？骑马？而且我观察到他虎口红肿，他应该是不善于骑马，长时间牵拉缰绳所致。那小仙长果然在骗我们，他根本没按照他师傅所说的步行苦修，他是骑马送丹。这骑马到广厦山庄的时间，可比步行要短得多。这中间的时间，他能做的事情多了去了。那我们赶紧去青台山啊！这要让他跑了就麻烦了。钟不快呢？再说无妨。关于楚广煞的死，其实我们一直存在一个误区，认为丹药是在送丹途中被调包的。如果真是那样，那霍小姐就没有任何嫌疑了。但直到我在楚广煞的房间里找到了这个盒子，我才知道凶手真正的手法。这盒子有何问题？打开它。怎么会这样？你关上，再打开一次。这是机关盒。没错，凶手只需要提前把毒药放在盒子里，送到青台山。老仙师打开以后，以为是空的，便将丹药放入。但只要这个盒子一关上，机关会自动把上面那一层吸在底部。送到楚广煞呢，楚广煞就只能看到盒子里的毒药了。
也就是说，丹药在出炉的时候就已经被换掉了。那赶紧去查查，这盒子是哪家做的呀？玉盒都是楚广厦专门找玉器店打造的，这就是我们从店家那里拿过来的盒子。我检查过了，是很普通的盒子。既然盒子没有问题，那这机关盒是如何送到老仙师手上的呢？很简单，跟这机关盒的原理一样，瞒天过海。每月15一早，仙丹出炉前，我会准时将盒子送到青苔山。青苔山哪里？山下，山上会有仙师来接。那盒子确实是每月15一早送来的，由玉器店的老板亲自送到山下。但昨天送盒子的是个伙计，他上了山。上了山？没错，我一出关，在这儿就碰到了他。当时我还在想，可能是新来的伙计。哎，真不错，给我省力了。我明白了，送盒子的人明明送到了山下，可接盒子的人却在青苔山门口接到的。凶手先是假扮成了青苔山的仙师，骗过了山下的玉器店老板，又假扮成了伙计，把机关盒送给了青苔山的仙师。好一招瞒天过海！霍小姐果然聪明。可就算知道了作案手法，也不能锁定凶手是谁啊。倒也未必。你知道凶手是谁了？霍小姐，你还要藏到什么时候？你们还怀疑我？楚广厦死的那天，我可一直都跟你们在一起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没搞错，霍小姐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青苔山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？也就是说，接触过仙丹的人只有老仙师、你和楚广厦。啊，不，霍小姐，我只是宋丹，没有接触过丹药。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向九仙长介绍过自己的姓名，但九仙长脱口而出霍小姐的称呼，说明青苔山的人早就认识你。于是我让童双去调查霍府那些被你遣散的家仆。霍府的人说，自冯姨娘生病以后，霍小姐每月15都会上青苔山给冯姨娘祈福，可有这事儿？若丹药真是在送丹途中被调包，霍小姐确实没有时机。可若霍小姐一早赶到青苔山，再赶回霍府，最后和我们一起去广厦山庄，快马加鞭，还是来得及的。这老先生也说过，楚广厦服这丹药已经很久了，每月都去青苔山的霍小姐，想了解送丹过程也并非难事。再者说，霍小姐的伪装之术无人能比，伪装成老仙师也好，九仙长也罢，都不在话下。你假借查身世，跟我们一起去广厦山庄，就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你最好的时间证人。这都是你的推测，根本就没有实证。不，有证据。这西施雪可是帮了我们大忙。那个接盒子的仙师，您可还记得？能认出来吗？模样我记不清了，但每次来接盒子的仙师都不一样。我记得那位仙师身上有一种很浓、很特殊的香粉味。对，那个送盒子的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香粉味，是一种很特别的味道，所以我记得很清楚。是这个味道吗？当时我还在想，山上的仙师身上应该是香火味，怎么能是香粉味呢？奇怪。您可还记得这个味道？对，没错，就是这个味道。玉器店的老板和青苔山的仙师都确认是这个香味。霍小姐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这也能算作证据？我为何要杀楚广厦？此事说来话长，或许和夜煞有关。萧北明，你是疯了吗？你为了破案，居然将夜煞的罪名强加于我！多说无益，跟我回神不营。你休想！恐怕由不得你。是你认识的丫鬟。
怎么回事？事已至此，不要再反抗了。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你伪装得很好，但还是露了几处破绽。首先是冯姨娘，一个爱女如命的母亲，在临终前最不舍得、最想见的，应该是自己的女儿才对。可她仅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看向的却是你，还将女儿托付于你。娘，小姐，就拜托你了，照顾好小姐。是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不是简单的托付，而是在向你要一个保证。因为他女儿的命捏在你手里。哼，当时在场那么多人，没有一个人怀疑我，就这么一丁点的小破绽，竟然被你发现了。不止这一点，刚刚我们和霍小姐说的全部属实，只不过除了霍小姐以外，还有一个人，每个月都会去青台山，而且跟霍小姐用的是同一种香粉。这个人就是一直在她身边，且不会引起任何人怀疑的丫鬟。霍小姐，青樱是不是也用的吸尸血？从小到大，我俩都共用装瓶。人会习惯自身味道而察觉不到变化。霍小姐最近正在守孝，根本不是香粉，所以这个人只有可能是你。